6月25日，丹麦政府表示，从2030年开始，将对奶牛养殖户征收农业碳税。按照征收标准来看，每头奶牛的税额至少折合人民币750元。至于征收理由，丹麦政府给出的解释是为了达到2030年的减碳目标。不得不说，丹麦政府的这一举措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，收税都收到奶牛头上来了。话说，养牛为啥会有碳排放？难道仅仅是奶牛呼出的二氧化碳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主要跟牛栏的运营有关。像牛栏的制热、制冷、照明、化粪池废气排放等，都是属于碳排放的范畴，就跟化工厂运营似的，里面排出来的气体包括二氧化碳、甲烷、氨气、一氧化氮、二氧化氮等。总之，养牛所释放的废物废料比你想象要多得多。当然，除了养牛以外，还有许多其他的农业领域也存在大量碳排放，比如有稻田甲烷排放、禽畜肠道发酵甲烷排放等。在土地翻耕、作物收割的时候，机器也会带来燃油碳排放。总之，农业领域的碳排放数不胜数。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，农业碳排放才多少？为啥一定要限制呢？其实，农业碳排放的数量并不比工业少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农业碳排放占到了全球碳排放的1/3。就拿澳大利亚来说，该国有16%的温室气体都是来自于农业，其中有66%的农业温室气体则是来自于牲畜内脏排出去的甲烷。这也是为啥丹麦会对奶牛征税了，毕竟这些牲畜确实是碳排放大户。至于为啥各国都对限制碳排放这么积极，主要也是跟2016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有关。当时美国曾做出承诺，要在2030年之前减少1半以上的碳排放，英国则是减少68%，德国减少55%。总之，那时候大家都摁了红手印的。我国承诺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，发达国家则是2050年。也就是说，一旦到了那个时候，每个国家产生的碳排放量必须与植树造林、节能减排所省下的碳量进行抵消。可见，巴黎气候协定就如同一个紧箍咒似的，将各国的碳排放上限牢牢锁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包括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，自然就在环保问题上这么积极了。不光是丹麦征收农业碳排放税，像法国、奥地利、荷兰、希腊等国也纷纷关掉了火电厂，大家一起朝着碳中和的道路稳步推进。当然了，我国在这方面也同样积极，植树造林和发展新能源就不用说了。在节能减排方面，我国几乎做到了教科书般的表现。比如在2020年底的时候，浙江义乌就因为供电紧张的缘故，直接被拉闸限电。当然，真实原因自然不是功能问题，而是因为我国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以后，国家必须严格按照约定来分配碳排放的指标，这些指标精确到每个市、县、区。像义乌的话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生产基地，碳排放量已然超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自然就被拉闸限电了。尽管那时候是义乌生产最繁忙的时间，也不能例外。当然了，在农业碳排放的减排方面，浙江省也很积极。浙江通过化肥农药双降制度以及夫妻休渔制度，将农业碳排放降到了极致。根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，浙江农业碳排放量只有613万吨，只占全社会农业碳排放量的1.44%。在碳中和这个赛道上，浙江省可谓是遥遥领先。2022年8月的时候，当地领导还宣布，力争在“14五”末将浙江的农业碳排放控制在650万吨。由此可见，我国各省市在节能减排这条路上纷纷显现了各自神通，不说超预期，但至少都达到了最初约定的指标。我国在低碳环保方面有许多妙招，就拿养猪来举例。山东莱西市一农场主就将自家猪舍进行了大改造，他尝试将猪舍改成了无供热模式，也就是利用垂直加水平通风的方式来降低温度。通过这种办法，该农场主每年节省了1.6万元的取暖费，碳排放也减少了53吨。还有我国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牧原也在这个赛道上大显神通。该公司直接采用浓缩饲料的方法来减少甲烷的排放量，像里面的低豆日粮模式就减少了每头牲畜每天的饲料进食量，以此来达到减碳的目的。
还有代替饲料，就是在饲料中加入大量的油脂，以此来提高饲料的质量，优化蛋白质的摄入量，如此一来就能减少牲畜氮素和氮氧化物的排泄量了。当然了，关于节能减排这方面，我国各大企业的招数还远远不止这些。比如某些企业和机构还把沼气建设与改厕改除结合起来，以净化生产废气，像里面的作物秸秆、牲畜排泄物、生活垃圾等都能发酵成沼气，用来燃烧。里面的沼液残留物可以替代农药，沼渣则能替代化肥。通过这一系列招数，大家就能把碳排放量减少到最低了。此外，还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增大额外的收入，变废为宝，美化环境，简直不要太美妙。预计在不远的将来，我国各大企业、机构、个体户等还会在节能减排、碳排放这个问题上继续深研，设计出农业固氮、种养结合、化肥减量、低碳包装和运输等小妙招。当这些招数一一使出来以后，我国在2060年之前说不定就能实现碳中和了。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，未来的碳中和道路只有咱们自己才能真正把握住，并将其贯彻到底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